近期心理学家发现，从2010年开始，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忧郁、焦虑、自杀比例上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心理学家 Jonathan Haidt 在他的新书《失控的焦虑世代》中提出一项惊人的解释：1995年以后出生的 Z 世代，从小就活在手机喂养的世界，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整个世代的小孩童年脱离现实，都在荧幕上度过。这件事正在无形中损害年轻人的大脑，造成全球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今天这支影片就让我们来聊聊 Z 世代的年轻人为何成了失控的焦虑世代。从2010年至2020年，美国国高中生罹患重度忧郁症的比例提高了2倍，而且女生增加的幅度远高于男生。每4个国高中女生就有1个在过去1年内经历过忧郁症。这让心理学家开始好奇，为什么病例都是激增在青少年族群，越年长的世代反而没有这种问题？有些心理学家认为，这只是因为心理疾病的污名减少了，人们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所以才会有增加的趋势，不是因为2010年后发生了什么大事。但是作者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过去20年来，美国青少年自残而送医的案例在2010年后也大增，而且一样是女生的增幅更大，翻了3倍。再仔细跟全球37个国家比较，加拿大、英国、澳洲、北欧都发现了同样的趋势。2010年后 ，Z 世代年轻人心理健康开始崩溃，是确实存在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问：2010年开始，国高中生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作者认为一个关键因素是2010到2015年间，智慧型手机开始在年轻人中普及。2010刚好是 iPhone 4问世，这是第一款配有前置镜头可以自拍的手机。IG 也是在同一年推出。2011年时，只有23%美国年轻人有智慧型手机，77%用的是传统手机。但是到了2016年，已经有79%的年轻人有智慧型手机，每天在社群媒体上平均时间高达7小时，有1/4的人说自己每天都挂在网上。手机都玩什么 ？IG 吧，传说之类的。看 YouTube 比较多，假日的话就一整天都在追剧。追什么剧？我很喜欢看美剧，绝地，然后传说，还有神魔跟奇术。一天玩多久？整天的，会不想放下，就觉得哦，好好滑哦。这种注意力的转移，让年轻人的人际关系出现重大改变。作者把这称作童年大重塑。在智慧型手机普及以前，人类的孩童都是过着以玩耍为主的童年，过去数十万年都过着这种童年形态。但是2010年后，人类的孩童开始转向以手机为主的童年，小孩对于现实世界的兴趣减低，漠视荧幕以外的活动。有智慧型手机看似是一种科技进步，但其实已经开始影响小孩的心智。因为小孩的童年要能正常发展，其实有一套演化设计的机制。人类的小孩跟其他灵长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他灵长类的后代发育生长速度稳定，但人类的小孩却是在青少年前缓慢发育，等到青年期再加速成长。也就是说，跟其他灵长类比起来，人类有很长的童年期。为什么演化会设计成这样呢？快一点长大不是更利于生存吗？因为人类演化成智人的时候，发展出了文化，小孩要学习文化知识，就需要更大的脑容量、更长的学习时间。所以人类才逐渐演化成童年期很长的生物，方便孩童学习。过去数万年来，小孩都是透过跟同龄孩子一起玩耍，来学习如何参与团体生活、合作跟竞争。这些重复性的游戏有助于大脑建立神经连结。1959年，联合国就把游戏列入儿童的基本人权，因为越来越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旦剥夺儿童玩耍经验，就会对认知能力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2010年后 ，Z 世代的青年在手机上度过童年，网络世界看似打开了新体验，但其实也阻碍了他们的现实体验。越来越少实际互动来培养社交能力。根据统计，美国学生每天放学后跟朋友见面的比例，2010年后就大幅萎缩。学生不再见面一起出去玩，而是在家滑手机、打线上游戏、经营社群媒体。美国女学生每周超过20小时挂在社群媒体上。一周工时40小时，这些学生等于把社群媒体当成副业在经营。有人可能会问说，线上游戏不也是一种游戏？社群媒体不也是一种社交？但是这里有个关键差异：现实中的团体游戏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大家觉得好玩就好。年轻人可以在过程中学习社会化，学习磨练各种社交技巧，不能逃到网络世界。
换句话说，在现实中要进入一个群体是有门槛的，你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去经营人际关系。但是在线上游戏、社群媒体上，你如果不爽，就可以封锁，把某个人踢出群组，或是转移到其他社群，也就无法在过程中学习人际互动的技巧。而且社群媒体上的社交有明确的目的性，你会考虑每个贴文 PO 出来之后获得多少流量，如同是在建立个人品牌，而不能无拘无束的做自己。手机为主的童年也让年轻人的自我认同受到影响，因为9到15岁是自我认同的成型期，是学习文化的关键时期。日本人类学家七浦康子研究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发现如果是9岁以前移民过去的，在加州生活几年后就会认同自己是美国人，但如果是15岁以后才搬过去的，不管多久都依然会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因为自我认同在15岁以前已经定型了。那9到15岁的自我认同是怎么建立的？其实就是透过人际网络，跟同龄的人一起玩，互相模仿，以周遭的人为榜样。但是 Z 世代的童年不是建立在现实的人际网络，而是网络上的社群网络。模仿的对象变成了社群平台上的网红，因为年轻人还没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系统，而是看着同龄的人都在追什么。如果大家都在讨论，你却不跟着讨论，等于错过当下参与社群的机会，就会感觉到被社群孤立。所以研究都发现，年轻人开始想要办 IG 账号的时候，通常都是他们发现身边的人都有在用 IG 的时候。但是透过社群媒体来建立身份认同，却会为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过去数万年来，人类都过着以游戏为主的童年，却在2010年后突然转变成以手机为主的童年。这背后隐藏了庞大的机会成本。你原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接触现实世界的人，现在却因为滑手机而丧失了，等同于剥夺了小孩应有的童年。为 Z 世代的年轻人带来了4种伤害。第一是社交剥夺。2010年后，美国年轻人相处时间急速下降，每天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变少，这让 Z 世代的年轻人感到非常孤立，没有社群感。更糟的是，就连在家时也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滑手机。2014年 Highlight 杂志调查1500名儿童，62%儿童表示想跟父母相处时，父母却因为滑手机而分心。第二种伤害是睡眠剥夺。2011年开始，美国年轻人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逐渐增高。睡眠不足导致注意力、记忆力减弱，最明显反映在美国学生整体考试成绩都变差了。不睡觉滑手机就是罪魁祸首。Netflix 的执行长就说过，串流平台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睡眠，因此 Netflix 的设计就是要想办法让用户熬夜追剧。你如果是成年人，熬夜追剧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如果是年轻人，大脑还在发育，就会影响大脑结构，造成注意力跟情绪不稳定，更容易产生忧郁症状。心理学家实验发现，如果晚上9点后不用3C 产品，2周后睡眠时数就会增加，能够提早入睡，注意力也会改善。这也是手机为年轻人带来的第3种伤害——注意力碎片化。研究统计，年轻人每天平均会收到192则社群媒体的通知，等于是每5分钟就会收到1则，这样根本无法专心读书。I wasn't able to focus because I would have to take out my phone every couple of minutes. 心理学家甚至发现，在考试测验时，光是把手机放在桌上，就会减少学生大脑的认知容量，让脑力流失。因为学生会被手机分心，会去想有没有新的通知。注意力碎片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当今的年轻族群中有越来越多人有过动症症状 （ADHD）。因为大脑负责注意力的额叶皮质是等到青春期后才发育完整，而社群媒体公司就是利用这点来趁虚而入。I'm here today because I believe Facebook's products harm children, stoke division, and weaken our democracy. The company's leadership knows how to make Facebook and Instagram safer, but won't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because they have put their astronomical profits before people. 2021年，脸书一位吹哨者 Frances Haugen 在美国国会爆料，揭露脸书员工的文件，上面记录了 IG 刻意锁定年轻用户当作目标客群，因为神经科学证据指出，年轻人的脑皮质要等到20岁后才成熟。程式设计师就利用这项弱点来设计容易上瘾的机制，让年轻用户一直挂在平台上，平台就可以赚取更多广告费。What those documents showed was that Facebook knew its products were causing harm to kids, that they had run experiments trying to mitigate those harms and chosen not to launch them. So to put it really bluntly, they put profits before kids. They unquestionably put profits before kids.
they refus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I think Facebook needs to declare moral bankruptcy. 这些平台设计通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脱离原本在做的事。当你点开通知，平台就会发送给你一些奖赏，像是贴文得到多少赞，朋友发布什么新消息，大脑就会释放快乐激素多巴胺。等你的大脑习惯这种多巴胺的回路后，就会被平台的回馈系统制约，觉得做其他事情得不到那么多快感。久而久之，大脑就会变成像对赌博、毒品上瘾的大脑一样，需要不断的用手机。一旦停止，大脑就会出现多巴胺不足，产生戒断症状，像是焦虑、易怒、失眠。所以许多家长禁止小孩用3C 产品时，就会触发这种戒断症状，小孩会变得易怒、辱骂家长。这就是手机为主的童年对年轻人造成的第4个伤害——上瘾。他们的大脑结构跟正常人的大脑结构是有差异的。这样的受损的状态，几乎我们就可以跟安非他命成瘾呐、酒精成瘾呐、那种成瘾的大脑是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对3C 成瘾的大脑只发生在 Z 世代上，却没有发生在更早的千禧世代身上？因为90年代的童年经历的是桌上型电脑的普及，就算你玩电脑玩到上瘾，你也无法带着电脑到处走。但是智慧型手机却是可以24小时带着走，像是随身携带毒品一样。所以历史学家 David Coldewey 在他的书《成瘾时代》中就指出，当代的社会已经转变成了脑边缘资本主义。企业营运的方式不再是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而是改造消费者的大脑神经结构，锁定大脑里负责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夺取年轻人的注意力，让人上瘾，就像毒贩利用毒瘾来赚钱一样。所以，就算脸书、YouTube 平台烂得要死，人们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些产品，仿佛像中了毒一样。当今盛行的脑边缘资本主义对男女有不同的伤害。女孩花更多时间在经营 IG、Snapchat， 男孩则花更多时间在 YouTube 跟线上游戏，这导致女孩更容易被社群媒体利用，感觉到自我形象不完美；男孩则更容易被游戏公司利用，对线上游戏上瘾，而从现实世界中退缩。让我们现在看一下女孩的情况。女孩用社群媒体越久，罹患忧郁症比例越高，但是男生却没有那么明显。为什么社群媒体对女孩伤害更大？女孩在青春期发育时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貌，因为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外貌有更多要求，女性也就更容易有外貌焦虑。为了应对这种焦虑，社群平台就开始推出滤镜功能，可以一键美颜。华尔街日报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在抖音上办了10几个13岁女孩的假账号，短短几周内，抖音就会推播减重影片给这些假账号看。里面有各种极端的减肥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骷髅新娘减肥法。Every other video was either a low-calorie recipe or what I eat in a day, someone's sick,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ll of my content on all of my feeds had just been warped completely. 另一个更惊人的发现是，忧郁症会经由女性传播给他人。美国社会学家 Nicholas Christakis 研究，当一位女性忧郁时，她的好友罹患忧郁的几率就增加了142%。但是当一位男性陷入忧郁时，他的好友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原因是女性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情绪，表达他们的感受，男性则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感受。如果都是女生在社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忧郁经验，那演算法就会把这些内容推去给更多女性用户，忧郁的情绪就会被传染给更多女生，而平台则可以从中赚取更多广告费。2021年，世界各地的神经科医师都注意到，年轻女性的就诊人数突然暴增。这些人宣称自己有妥瑞氏症，症状是身体抽搐，突然发出怪声。但检查后发现，这些人并没有生理上的问题，而是心理上的问题。原来他们是在模仿抖音上突然流行的网红影片。这位网红有妥瑞氏症，因为点阅率高，其他人就争相模仿，想要博取关注。在抖音上，这类型的影片累积超过60亿观看，形同是社群媒体触发了大规模的心理传染病。Beans, b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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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ns. And these same sentences and phrases you were seeing repeated by girls across the world? Across the world, both in Australia and in America, using similar phrases. And it was that made us think that social media was a link in what was going on.
And I think it became almost like a contagion, or they started to mimic or do these tics. 再来是年轻男性的情况。过往以游戏为主的童年，男性透过面对面互动建立友谊，但是以手机为主的 Z 世代男性越来越偏好宅在家。2018年的调查发现，30岁年轻男子中有27%与父母同住，女性则只有17%。为什么 Z 世代的男性比女性更宅呢？作者认为，因为网络世界的出现，让男性思考风险的方式改变了。现实世界的成就都需要长时间经营。在学校、公司里要表现良好才会被看见。男生要寻找一段关系，必须跟女方出去约会一段时间才会有结果。但是不管多认真经营，现实世界都还是有风险。你可能会被老板开除，可能被女友分手。相比之下，网络世界没什么风险，男生可以有绝对的主控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I was addicted to gaming, browsing, porn. Yeah, I was addicted to the computer. It was a way of numbing out, not having to deal with real life. So through the internet, you were escaping real life? Through my games, I was living out more exciting lives. Who were you online then? Whoever I wanted to be. 男生不需要交女友了，看 A 片、买性爱娃娃就可以得到满足。研究发现，瑞典男学生中，2004年只有11%男生看 A 片，到了2014年，比例增加到了24%。许多沉迷于 A 片的青少年，甚至会感觉现实中的女人比较不那么诱人，看的 A 片比真实的性爱更刺激。除了沉迷于 A 片以外，沉迷于电玩也是另一个年轻男性的现象。在虚拟世界中，男性可以像创世神一样，迅速得到行动后的奖赏，获得成就感。其实适度打电玩对青年大脑发展有好处，可以提高工作记忆，提高认知能力。只是玩游戏到上瘾的时候，就会变成问题。临床上上瘾的标准是个人生活明显受到损害困扰时，就构成上瘾。例如，2023年加拿大法院裁定，当地的家长可以向一家电玩公司 Epic Games 提告，因为他们的游戏让小孩上瘾，导致小孩出现精神疾病。The makers of the wildly popular video game Fortnite facing a new lawsuit. That newly authorized class action lawsuit filed on behalf of parents in Canada alleges Epic Games designed Fortnite to create a dependency in users and failed to provide warnings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playing. 有人可能会说，电玩上也可以认识朋友啊。但如果真是如此，当今年轻人应该不会感觉到更孤单。但是2019年的调查显示，有35%的美国男性表示经常感到孤单。这种友谊衰退的现象是2010年后才出现的。为什么在线上游戏中交朋友，人们依然感觉到孤单呢？线上游戏跟现实游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现实中的游戏需要团队合作，需要双方的身体同步协调互动。这种同步的体感会增强社会连结，也会让人们学习面对输的风险。但是在线上游戏的世界，不存在这种同步的体感，你死几次都没关系，死了就重新玩一次就好了，没有什么风险。换句话说，大规模男性宅在家的现象，其实不是在回避现实，而是在回避风险。在当今脑边缘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叫年轻人不用手机，因为当每个人都在用的时候，你不跟着做，就等于是被社群孤立。I did feel pressured because in 5th grade, literally every single one of my classmates had a phone at that time. I definitely was pressured. It was like a competition to see who would get a phone first. 那政府、学校还有家长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当今的年轻人呢？首先，第一件要知道的是这些社群媒体公司早就知道他们的设计会对年轻人造成心理问题。早在2013年 ，Google 聘雇的伦理学家 Tristan Harris 就制作一份简报，警告 Google， 他们的产品正在大幅改造全球人类的注意力，导致人类对荧幕以外的世界不再关注。Harris 在2020年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作证说，这些企业利用哪些机制来操控年轻人的心理 ？Everything you said, it's sad to me because it's happening not by accident but by design. Because the business model is to keep people engaged. And after 2 decades in decline, the mental health of 10 to 14-year-old girls has actually shot up 170% in the last 8 years. And this has been very characteristically the cause of social media. Fundamentally, there's no easy way for these platform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 problem is their business model. 他指出，科技公司的竞争是集体行动问题。当公司把注册年龄下修到13岁，就可以为自己的社群媒体拉到更多用户。
你如果不这么做，你的竞争者这么做，他就赢了。你如果保持道德操守，不去剥削儿童的心智，你就输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导致企业必然要参与这场角逐注意力的竞赛。脸书第一任总经理 Tim Parker 就曾透露，脸书曾聘请心理学家来研究，怎样才能设计一套多巴胺的上瘾机制，来占据年轻人的注意力跟时间。It's a social validation feedback loop that it's like it's exactly the kind of thing that a hacker like myself would come up with because you're exploiting a vulnerability in human psychology. 从设计者的角度来看，社群媒体其实就像赌场一样，平台的老板是庄家，庄家要想办法让更多玩家待在赌场，才能赚更多钱。最容易骗入赌场的就是大脑还在发育的小朋友。所以脑边缘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刷新了道德底线，透过伤害孩童来赚钱。但要防止孩童的心智受损，政府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立法规范。像是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就通过新法案，禁止14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澳洲国会也通过新法案，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违法的平台最高可罚10亿新台币。再来是学校可以做什么呢？作者认为，学校可以把手机为主的童年转向游戏为主的童年。校园实施无手机政策，给青少年更多自由时间互动。例如，科罗拉多州的山岳中学校长发现青少年自杀率攀升，就在2012年实施校园无手机政策。进到学校后，手机统一放包包里，学生下课10分钟不再是滑手机，而必须跟他人社交，注意力碎片化的问题也就缓解了。学生整体的学业成绩也进步了。事实上，矽谷科技公司的主管、那些社群媒体的创办人都会禁止自己的小孩使用手机，而且他们都把小孩送到矽谷的半岛华德福学校。这所学校就是禁用数位设备。Steve Jobs, the Apple founder, actually would not let his own kids play with computers. Some other Silicon Valley parents agree, no more iPads as pacifiers. 因为设计这些软体的人自己都深知智慧型手机的危害，而不让自己的小孩碰这些东西。学校禁止学生使用手机，还可以消弭阶级差异所制造的数位鸿沟。数位产品带来的危害其实是有阶级差异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父母比较会把关小孩使用手机的时间，但是劳工阶级的家庭，父母没时间管小孩，就会放任他们玩手机。结果是劳工阶级的小孩注意力更分散，考试成绩也更差。所以，如果校园禁止所有学生使用手机，其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阶级差异。但是学校也不能只是禁止，还必须给学生更多自由时间，回归现实。美国小学生每天平均只有27分钟下课时间，美国监狱的囚犯每天至少有2小时放风时间。监狱的囚犯都比学生还有更多自由时间。学校如果提供学生更多自由时间，可以增加学生跟自然环境互动的机会，也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因为人类天生就有轻生命性，当人处在自然环境中时，就会有助于情绪的稳定。这是人类数十万年来在狩猎采集的环境中演化出来的。反而沉迷于3C 的世界会导致各种忧郁、焦虑。那最后是父母可以做什么呢？作者认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年龄有不同的发育阶段。5岁以下的儿童，大脑还在建立3度空间的思维，这时候应该尽量少用电子产品。不过，如果小孩是主动使用3C 产品视讯聊天，其实有助于语言学习。小学生阶段的人处于对文化学习最敏感的时候，也是最在乎同侪压力的时候。父母应该增加小孩现实生活的体验，像是放学后的时间应该用来玩耍，而不是滑手机，或是让小孩参加营队，远离数位产品。家长也可以设定对手机的使用上限，像是魁北克政府就建议家长每天给小孩看荧幕的时间不应该超过2小时。You can't play this game unless Mum pops in the code, the security code. Is that a good thing or a bad thing? Bad thing. Now, if you didn't have the timer on there, how long would you play on the game? I don't know, until my eyes hurt. 最后是高中生的年轻人，因为高中已经开始有自主判断能力，应该要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使用手机，以沟通方式协调，不要过度沉迷。家长甚至可以跟小孩讨论，安排1天数位安息日，远离数位产品，去体验真实事件的活动，让青少年自己探索，喜欢上外面的世界，他就会自主判断，愿意花更多时间在现实上，而不是在手机上。纵观过去的历史，人类几万年来都是让自己的小孩在现实中玩耍长大。
Z 世代是史上第一次人类的童年在手机荧幕上度过，这改变了年轻人的大脑结构，打造出了最失控的焦虑世代。不管你是有没有小孩的人，脑边缘资本主义都会影响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都应该关注这场心理健康的危机，思考如何让年轻世代的人有更健康的发展。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失控的焦虑世代》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